我们这个系列呢，给大家讲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富豪。你看，同样是大富豪啊，他不一样。有的人这个钱呢是自己辛辛苦苦干出来的，但有的呢不是好道上来的。像咱们今天说这大富豪，他的钱就不是好道来的。这个富豪是谁呢？这名气可比沈万三大多了。咱们电视机前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都知道，这个人叫和珅。他一个官吏史上创造纪录的官员，他一副阿谀奉承的奸臣嘴脸，他一个史无前例的贪官。和珅他究竟如何疯狂的贪污敛财？又是什么驱使他走向不归路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巨贪和珅。90年代的时候就有部电视剧叫《宰相刘罗锅》，李保田呢在里边演这个刘墉刘罗锅，他的死对头呢就是当朝大员和珅，还是个罗锅。你这种人六根不全啊，还想及第做官？哼，一些磨墨都不配。哎，何大人，你和珅呢那时候开始就是王刚演的，在那之后呢，这王刚就成了和珅专业户了，就他演和珅，这才把我们视野当中这个和珅一步一步给放大，大家才知道原来和珅是这么大个贪官。而且你看后来这个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里边，和珅这形象更立体化。纪晓岚，你太放肆了，这是给我这个何大人，要想救皇上，这个座还只有我来做。你有病啊！这做与不做与脱身何干？请。纪晓岚，臣在。我们如何脱身？皇上，要想脱身，有3计可行。计之一，我坐，你们站着。计之二呢？让何大人来给我捶背。美着你！哎，何大人，你可是说过，为救皇上，虽万死而不辞。那当然。那你给我捶背还不行吗？哎，这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当然。和珅，捶。我给他捶。有说他无能就会溜须拍马，其实这些不符合历史事实。和珅的荣华富贵呢，是在乾隆一朝，他等于掌握巨大的权力，前后30-40年，就他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，这个人绝不可能是无能之辈。但是有一点咱得信，就和珅第一个绝对的大贪官，第二个绝对的大富豪。和珅有钱有到什么程度呢？恐怕咱们这一个系列说的所有富豪加起来的财产都不见得比和珅多，这是有根据的。这个后来大清有个外交家叫薛福成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永安全集》，这里边有那么一个小章节，这章节的名称就叫查抄和珅家产清单。咱都知道乾隆爷没了之后，他儿子嘉庆根本没惯着和珅，立马就抄了和珅家。其大岁12，经查抄和珅家产，所盖楠木房屋，建设于制，其多宝阁及阁断式样，皆仿照宁寿宫制度。其大岁13，一家内所藏珠宝内，珍珠手串竟有200余串。其大岁15，又宝石鼎，并非一烟袋之物，所藏珍宝石鼎有数十余个，而大块珍宝石不计其数。其大岁16，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逾1000万。这个时候肯定不是和珅最鼎盛的时候了，但是这个时候查抄出来的家产、房子、钱、古玩、字画合到一块儿，折合多少钱呢？当时的银两11亿两白银。就咱说1两银子1两银子，11亿两。说这11亿两，我这么说你可能没概念，咱们一般都能换算。就说过去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多少钱，他得按什么换算呢？古往今来2样最稳定，一个是金子，
为什么金子是通用货币？它的价值最恒定。第二个是米价，一斗米一升米多少钱？这是能换算过来。按米价算呢，这个大清乾隆年间1两银子等于现在的230块钱，这购买力。咱就甭算230，把零头抹了，咱就按200块钱算。11亿两白银是现在多少钱？2200亿人民币。2200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了，一算呢，马云占8.9%的股份，净值218亿美元，再加上他其他家产，总共是1500亿人民币。跟和珅一比，和珅2200亿，现在首富干不过和珅，而且这还仅仅是绝对值比较，要相对值比较更不得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当时大清国库的收入，就国家财政收入，一年是7000万两银子，他有11亿两白银，等于大清15年国库的收入。所以说，和珅古往今来，这可能是第一了。那有的人说，这人呐，能吃多少喝多少啊？广厦千间，夜眠3尺啊，良田万顷，日食3餐，你就能住那么大地方，吃那么多，怎么这和珅这么贪得无厌，能捞了11亿两白银？这跟和珅早年间的饥渴症状有关系。何谓早年间饥渴症状？咱得说说和珅身世。他家里头倒是满洲上3旗的人，有钱有势，可是问题小时候出事出得多。和珅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人家，但在他3岁那年，母亲生下弟弟和林后难产死了。和珅9岁那年，父亲常宝已因病去世。常宝的3妻4妾把家产瓜分完，纷纷带着自己的儿女离散了，留下和珅、和林没人管。幸亏一位老家丁肯接济和珅兄弟俩。经历变故的和珅变得懂事和自立，他用功读书，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建家门的辉煌。后来他上学，这学校都不错，咸安宫官学最好的学校，要搁现在那都是国家级重点中学。就和珅那9岁到那儿读的书，这个地方好是好，受教育也完整，但是你想，什么人能到这地方读书？那非高官即巨富，没点门子你进不来。所以这里头的人有钱有权有势，唯独和珅家道中落，爹妈都没了，所以在这里头他受那些孩子欺负。和珅到那开始念书时候很不适应，这些孩子一看呢，小孩嘛，他心智也不完全成熟，软的欺负硬的怕，一看他老实没权没势就欺负他，所以那会儿和珅小年纪，这心里就充满着这种积怨。他清楚怎么能够翻身呢？我得掌握权力，我得有势力，你们谁才不敢动我？所以他那时候开始对权力就格外渴望。当然，和珅运气也好，有人看上他了，谁呢？当朝的刑部尚书叫英莲。英莲为了找上门女婿，经常在咸安宫官学溜达，物色猎物。有一天，英莲看到了长相出众的和珅，就通过老师把和珅叫来，了解了他的家庭背景。一听是个家道中落的富家子弟，顿时大喜。之后，英莲就拿了一些题目考和珅，和珅都对答如流，英莲更是喜上眉梢。1768年，和珅18岁，冯氏15岁。英莲选择了良辰吉日，预备了丰厚的嫁资，亲自主持操办了和珅与冯氏的婚事。其实等于是倒插门，和珅进了这个家门，这又等于寄人篱下。什么东西呢？这都是自己这爷爷丈人给的，所以和珅就想，我得出人头地，我不能始终毛着腰在人前站着。所以他一旦掌握财富跟权力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。他需要这个干什么？不是为了奢侈生活，买安全感。他小时候没这个，他觉得不安全。我现在到这程度，越多我的安全感就越强，我的优越感就越强。所以这是和珅成为大贪官的心理基础。那么跟这种拥有这么多钱的这样一种财富形态相对应的呢，和珅不是个守财奴，自己本身骄奢淫逸，生活条件那好的不得了。电视剧里反映的有一些就是历史真实。你比方说吃饭，那和珅吃饭也是山珍海味一大桌子，说有钱人吃点好的很正常啊。不光这还摆谱，和珅往这一坐呢，3妻4妾家里人都站那儿，
等和珅大老爷坐在中间，他做好了这些三祭四谢三珍殿，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，念完了坐着再吃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老爷用膳。乾隆皇帝再怎么奢华吃饭，也是吃剩下的分给大臣，然后得自个儿动筷子夹菜。和珅自己不动筷子。什么叫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？就和珅得旁边丫鬟喂他。说那你自个儿想吃啥，丫鬟知道吗？哎，这就考验人了。这丫鬟还得熟悉他，一旦就和珅这眼睛一挤过一努嘴儿，他就得知道和珅要吃啥。你要伺候不好，回头这丫鬟就给你撵走了。而且这个电视剧里描述了，这丫鬟喂和珅樱桃，和珅这嘴一哆嗦，这樱桃掉地上了。和珅别浪费啊！什么掉了？老爷，一颗樱桃。把它捡起来。是，老爷。这丫鬟从地上捡起，洗都不敢洗，直接得碎嘴里吃。是。就那个排上就不用说了，包括上厕所。有人说那会儿那马桶能像现在这么好吗？但是可以用人工的。和珅上一次厕所4个人伺候，4个丫鬟伺候，一个拿香炉，为啥有味儿得熏熏味儿？另外拿扇子，您别一使劲再出了汗啊。那边俩丫鬟，一个拿手指给他擦屁股，另外一个准备收拾马桶的，就得4个人伺候。所以你想想，为什么说和珅是大贪官？他这个生活水准要单靠收入，就朝廷给的俸禄，他维持不了这么贪生活。那即使是贪官，他得位高权重才能挣下这些钱来。和珅的官当大到什么程度，你想象不到。这也真是少有个大官。就他不仅官职高，他兼职多，同时兼任重要职务。有的职务甚至呢是从他20几岁开始当，一直当到40、50岁。20岁时，和珅承袭了世职，被调入栾仪卫充当侍卫，有直接接触皇帝的机会。因为面貌英俊、口齿伶俐而获得乾隆喜爱，被乾隆选在身边听从使唤。这个和珅26岁的时候，就当了2个大官，一个是军机大臣，军机大臣相当于什么呢？国防部长。第2个位置呢，内务府总管，相当于现在国务院办公厅主任。就26岁，他就当了2个重要的位置。然后接下来28岁，他当了户部尚书。户部尚书是什么呢？财政部部长。你看这个位置得多重要。然后呢，又当了御前大臣。御前大臣什么意思？国务院副总理。然后又是理藩院的尚书。理藩院尚书是干嘛？相当于现在民族事务部长和外交部部长。到29岁呢，他当了兵部尚书，就等于咱们现在的3军总司令。到32岁呢，当了吏部尚书，就相当于现在总务部部长。我说这些不是说他当了这个新官旧官就辞职了，是这些官他同时当。所以和珅之所以能成为大贪官，是他的权力太大。那么呢，我们有的朋友说，那权力大不等于你直接就有11亿两白银，这也太吓人了。就是怎么样能让权力变现，这个和珅有一套。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巨贪和珅。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。就说他怎么敛的这些财，他怎么通过权力挣来的呢？他有这么几招。首先头一个，贪污。尤其和珅当户部尚书时候，财政部部长，那户部尚书管什么呢？比方说你这个地方救灾缺银子，由户部拨银子，说需要这个400万两银子拨灾下去。皇上批是批400万两，你这地方要想领到这400万两，假如说你想实领400万两，这个地方还得筹钱，往上交钱，干嘛呢？其实跟行贿差不多。而且这400万两往下发过程，不可能全额发到你这儿，验过拔毛，他得摊一笔。
识君俸禄，为君分忧，点点滴滴皆是民脂民膏。何大人，你怎么忍心再在饥民的口中去掏出一粒粮食来呢？又来了，行，喝酒。宋有包公，明有海瑞，康熙朝有施公，代代清官，愧杀大人也。对，清官的确令人敬，可清官也令人畏啊。何大人，您就是无敬无畏，所以才无法无天。和珅是29岁，当了户部尚书，一直干到多少呢？干到他40多岁，前后干了将近20多年。你想这个过程他贪污得贪多少？而且财政部管收税，大清的税务部门在哪儿呢？在崇文门。崇文门在哪儿？在南城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像酒啊什么的，这都上税。所以卖酒的人呢，先得从进崇文门到那儿去交税去。所以清朝那时候大街上卖酒都写了4个字：南路烧酒，意思我这个酒啊是纳过税的，合法卖。你要北路、东路、西路，那就偷税漏税的。所以这个税官呢，管几件事呢？你像这个商人肯定得纳税，有的当官的也纳税，还有的读书人来3年进京赶考1回也得纳。3两5。大清历朝100年，未闻有向考生收税之说啊！我一介穷书生，身无分文，没钱给你。税乃国之根本呐，你交了税银，不是给哪一个人用，而是用于清理漕运呐，造福百姓啊。税银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有什么不妥呀？我知道有和珅，可我不怕呀。10年寒窗苦啊，为了区1两银子误了赶考，划得来吗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来日等你考中功名，再来找我不迟啊。和珅是财政部部长，他就兼这个税官的头，所以在税上他又来一道，是贪污是他一个重要来源。第二个是受贿，他这个受贿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掌握很大的权力。刚才我说他当财政部部长那受贿，他还最重要的受贿的位置是什么呢？他是组织部部长、人事部部长。你要跑官买官，你非得经他不可。而且和珅呢跟皇上近，乾隆这一生都宠爱和珅，和珅说句话就管用。所以各个地方官呢，他想跑官干嘛？想保住位置或者再官升一级，找和珅。今年大吉，卑职政绩多多，已被总督大人保举。那个4个年字一条，稍有不合，还望大人周旋周旋。不过依照大清典制，凡4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修制，即便是开国元勋、务民大臣，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。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！不要再费周折了。这是难呐，真不好。折报有，来人呐，把折报抬上来，送于何大人。那么在京的大员呢？那么京城里头这大官多，显不出你来，资源有限。要一旦给派到外省去，你当封疆大吏干什么？那就是银子哗哗的，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就你不贪，这银子都上来。挂家收下吧。大人，跟我来。而和珅当时还有名到哪儿呢？敢收钱，一个是。第二个敢办事儿，就他有信誉，他收了你钱就给你办事儿，所以和珅家的门槛都给踩破了。而且和珅也真好使，送了钱回头该提官干嘛干嘛。所以在受贿这方面，和珅是发财大大的。那这个受贿呢，它有多种形式，不是说直接递银票给和珅送银子送什么，它有一些巧妙的形式。比方说雅贿，何为雅贿呢？送古玩送字画。这古玩字画也值钱呢，
和珅还开过古玩店，你把这字画送来了，很值钱，他转手搁古玩店卖了。有人说哪那么些真的字画值那些钱？哎，这就是巧妙的办法。就当时在北京琉璃厂这块，很早就开始卖字画。和珅把自己家里的字画放在那卖，可注意啊，这字画不见得都真的，哪那么些真的，假的，把字画放着卖。这个时候有人要给和珅送礼行贿，他就到琉璃厂来问这个物件是谁的啊？这个当朝和珅何大老爷的。说多少钱呢？说这个呀得5万两银子，其实是个假古玩，买，把这5万两银子把这东西买下来了，买下来了，你可别忘了，这5万两银子是谁的？是和珅的，这叫雅贿，就通过这个其实是洗钱，转过身来送给和珅。所以这是行贿的巧妙方式。还有第3条，他会勒人，说不说呀？管卡勒。好，你不说为了。他勒索的有一些巧妙的招数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听，确实挺有意思。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？有谁不想活的？那就首先把自己摘干净。是，只要贺中堂大显神通，高抬贵手啊！行，我可以为你上下疏通，左右打点。谢了。你别老谢了，这2句空话填不饱肚子，你得来点能够打动人心的。明白。来呀！是，到后宅取银票1万两。是。2万两。3万两。哎呀，行了，嗓子都喊破了啊！哎呀，看来你们这些封疆大吏，跟我们这些京官到底是不一样啊！哎呀，打发要饭花打发惯了吧？10万两，拿银票，快去！是。当然，他能贪这么多，离不开一个人，离不开乾隆。如果皇上不是始终宠着他，他绝不可能贪这么多。那为什么乾隆爷这辈子就这么宠和珅呢？和珅有什么特殊的本事，让乾隆始终对他好上加好呢？咱们下期节目给大伙说说乾隆和和珅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上一期节目给大伙说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大富豪，也是天字号的巨贪和珅，抄家抄出来11亿两白银，等于大清15年的国库收入。可以说要讲贪官，没有个比他更大的。那么和珅为什么能贪这些呢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掌握权力30多年，乾隆皇帝始终宠爱他，给他做后盾，所以他才可能呢聚攒下这么一个天字号的财富。那么说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宠爱他呢？咱们历朝历代，你看那皇上当朝时间长的都有个特点，他此一时彼一时，这会儿我喜欢这个大臣，可能过一阵我就不喜欢他了。可是乾隆这一生在和珅身上，那可始终是忠贞不二。从开始继位一直到死，都喜欢和珅。和珅，朕真的英明吗？当然的，还用说吗？就算朕原本是英明的，那么听你拍马屁拍了几十年，朕也该变成一个昏君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这奴才不敢，皇上，奴才断然不敢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说和珅身上有什么本事呢？咱们今天得给大伙说说。他是中国王朝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贪官，他是最受清朝乾隆皇帝欣赏的臣子，他是最能揣摩圣意的奴才。和珅究竟用什么手段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？又是为何一夜之间突遭变故，性担忧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和珅受宠之谜。会溜须拍马，他揣摩圣意这个能力确实大，把这个乾隆皇帝拍得舒舒服服的，这不假。但是乾隆皇帝是怎么赏识的他？你想想，这个人跟我没接触的时候，我就认为他行，那绝不是因为溜须拍马的原因，他还没跟你那么近呢。所以和珅有大本领，什么大本领呢？首先一个是
他非常有才华。这个才华体现在哪儿呢？咱们上一集给大伙说了，和珅打小进的是官学里最好的学校，所以他受的教育非常完整。而且和珅那个时候通各族之文字，汉、满、蒙、回这些各族的文字他都清楚。要搁现在说，就是难得的语言天才，都得会7、8国话。你看《宰相刘罗锅》里边有那么一幕场景，刘墉科举刚刚考上，刚开始能跟群臣站到大殿上。这个时候呢，说有个外国使者，有俄罗斯那边来的，这拿着一道圣旨，就俄国沙皇的圣旨，说这是我们的皇上献给大清皇帝的圣旨。打开一看，满朝文武谁也不认识，乾隆皇帝也不认识。这个谁给我翻译翻译念念呢？底下大臣说：“那这何大人呢？何人？别开这玩笑，我不会。”结果刘墉头一天上朝，大会当给翻译出来。万岁，我直接口译：大清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，多年来，我额尔鲁每年供清朝羊15万8千只，马4万匹。清朝还不断向北扩展势力，大清国的颜面保住了。而且那个俄国使者以为你都不懂这个，不懂俄罗斯文呢。你看这个，哎呀，大清天朝上国果然是威严无比，又下跪又什么的。其实这个事儿谁身上的事儿？这是和珅身上的事儿，不是刘墉身上的事儿。只不过拍电视剧呢，为了美化刘墉，糟蹋和珅，这事儿是和珅干的。而且历史上有比这个还大的事儿。你看和珅，咱们上一期节目给大伙儿说，他当了理藩院的尚书。那理藩院是什么呢？管属国呀、藩邦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他为什么能让他管这民族事务和外交？他又不懂这些，你让他怎么管？那乾隆皇帝不是昏庸之辈，也知道物尽其才，人尽其用。有一个实事，有一次乾隆皇帝办寿，正好是过生日这天，上朝的时候，这个藏族来了个使节，代表60班禅递上了一个藏文的祝寿的书。结果满朝大臣没几个认识藏文的，有就认识几个字的。说这时候正好和珅来上朝来，说何大人，和珅拿着藏文一看啊，班禅说了，今天日子特殊，既然是乾隆皇帝大寿，他带100多个喇嘛要进京来拜寿，这2天就到，还给皇上念经。乾隆帝一听太好了，你给他回诏书，用这个汉字、满文和藏文回。和珅刷刷点点，一会儿功夫把诏书起草好了，而且是3种文字的。你要搁现在说，就汉语、英语、法语，那最起码是个双语主持。就说和珅要没这2下子，他干不了这外交部部长和民族事务部长。所以和珅是有真才实学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在他得宠第2点重要原因是和珅长得帅。有人说乾隆皇帝还好这个吗？怎么这男的长得帅呢？我说这长得帅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过去啊，这个科举考试为什么最后要有一个殿试，就皇上见面，然后御笔钦点，你是状元，你榜眼，你探花，他也有面试。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？科考1甲第1名。既是第1名，可有真才实学？皇上设考，意在取才。臣虽得第1，但不敢妄称第1。奴才以为，凡我大清官员，应该仪态端方。刘墉虽有文采，但形容猥琐，6根不全，实在有损我大清国风范。哦，刘墉，转过身来，让朕瞧瞧。他这面试干嘛的呢？一方面啊，是过去封建社会迷信，说你这人面相不好，一看3角眼、吊梢眉啊，或者是脑后有反骨，对我不忠，长得不怎么地，要短寿，我给你任命你为尚书，没2天你死了，你倒霉。这是皇上不等于弄空了吗？所以看面相，这个面相太丑还不行，谁见你都恶心，那也不行。你怎么能体现天朝上国的威严呢？所以这面相不见得得是那俊男，这都跟韩国那些男的是整的那样啊，这整容不至于那样，就起码得仪表堂堂。
这个人得那模样看起来顺眼才行。而皇上一看，要看你都恶心。你说你天天上朝在，皇上一看你隔夜饭都吐出来，没法办公了。所以说这个相貌挺重要。这和珅出身呢，原来在宫里当带刀侍卫，皇上出门他在旁边跟着。说白了，3军仪仗队的人。你现在你看看搞阅兵式什么的，仪仗队一个个在前面走着，哪个小伙子不是倍儿精神？要真有女兵，你看哪个女兵不是很端庄，长得很漂亮？他需要仪表。而和珅呢，长得就潇洒，就帅。乾隆皇帝领他出去也不丢人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一个重要传说，说因为他长得帅，乾隆皇帝就宠爱他。这还有段特殊的原因。说当年的乾隆叫什么呢？爱新觉罗弘历。他作为这个4皇子，那时候在宫里待着呢，就看上了他爸爸雍正的一个贵妃，叫年贵妃。这事在过去皇宫不新鲜，因为皇上娶贵妃什么的岁数有的都很小，有的甚至比太子都小得多。所以中国历史上呢，这儿子呢看上爸爸的女人，在皇宫里很常见。贵人，三阿哥，你应该叫我英娘娘。只有你我在英娘娘万福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三阿哥有什么话说？哦，我把你弹的那首《高山流水》改成了唱曲，你听见了吗？三阿哥不要这么说，要是皇上知道你不务正业，又要责骂你了。我就知道这宫里只有你关心我，明白我。三阿哥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是你的庶母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不在乎名分地位的。老哥退下。说这弘历呢，在宫里就看上年贵妃了，这漂亮，蹑手蹑脚跟着年贵妃后头开玩笑，伸手捂住年贵妃眼睛了。这就是个游戏嘛。其实这在宫里头要这种游戏可大发了。你儿子跟爹的女人在这玩这游戏，这不是外头唱歌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啊？不是这个。这个当时年贵妃呢也不知道后头是弘历，以为哪个宫女跟闹着玩呢，也就跟他闹。一睁眼一看是他，闹个大红脸。其实这年贵妃呢挺喜欢弘历。结果不巧，这个时候呢，弘历他母亲从这儿经过，一下看着了，坏了。所以他母亲想个办法，背着雍正赐给年贵妃3尺柏陵，干啥？上吊，你死了得了，以绝后患，别传出去影响我儿子前途。所以据说呢，这个年贵妃呢上了吊了，宫女给她尸体接下来。这个时候弘历才赶到，抱着年贵妃尸体是痛哭啊！哎呀，我把你害了，我早知这样，我忍一忍呢。这时候宫女说了，说这年贵妃死之前呢，说20年以后再跟皇子你见面，你俩真有缘。这乾隆那时候还弘历呢，好，咱就定好20年后见面。如果20年后我死了，咱们在阴间见面，咱得留个记号。一探手的从身边找出朱砂来。演好了之后呢，用食指在这年贵妃眉心中间点上一点，说咱20年之后这就是个标记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隔了20年呢，和珅进宫伺候这个乾隆，带刀侍卫。他一看和珅，乾隆就愣了，抬起头来，这个长相太像年贵妃了。他为什么说和珅长得漂亮呢？咱们现实生活当中，你记住，女生男相长得不好看，但是男生女相他好看。就说这个男的小伙子长得跟大姑娘似的，那一准漂亮。就和珅长得特别像年贵妃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，和珅这个眉中心这儿呢有一颗痣，这颗痣红的，点的位置啊、大小啊，跟当初他点那一点朱砂是一模一样。所以乾隆一看，这分明是年贵妃思念于我，20年后脱身到和珅身上，那我得对这和珅好点。据说因为这个原因，乾隆格外宠爱和珅。但对不对呢？这是无稽之谈。为啥呢？因为年贵妃快病死的时候，
那个时候，乾隆才刚刚进宫，才15岁，俩人也不可能有染。而且呢，这个弘历，乾隆他母亲呢，并不是皇后，她只是个妃子，贵妃比她大一级。咱们看《甄嬛传》，有朋友知道，后宫里头皇后、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嫔、答应、常在多少等的。你作为妃比贵妃差一等的，你给人个白绫让人上吊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事儿是无稽之谈。但是和珅长得跟年贵妃有几分相像，这是真的。北京这个恭王府，当年和珅的府邸，你进里头看呢，他中堂那有幅和珅的像，后边呢也有年贵妃的像，你比一比看出那个画像，俩人还真有点像。其实这个事儿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说和珅长得漂亮，长得精神。乾隆一看他不错，出去给我长脸，所以既帅又有才华，既有长相又有内涵，所以乾隆皇帝一打眼看和珅就喜欢上。朕呐，就擢升你为栾仪总管。奴才谢皇上知遇之恩。起来吧，随朕去打猎去。赐你骏马1匹，弓箭1副。赐骏马1匹，弓箭1副。谢皇上恩典。那么当然，喜欢这是一时。乾隆始终喜欢和珅，和珅有高人一等的地方。就我刚才说，他揣摩圣意，不光是溜须拍马，就皇上办的，不论是不正经的事儿、正经的事儿，和珅都能给打前站，都能把道铺的舒舒服服的。他是中国王朝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贪官，他是最受清朝乾隆皇帝欣赏的臣子，他是最能揣摩圣意的奴才。和珅究竟用什么手段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？又是为何一夜之间突遭变故，幸安忧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和珅受宠之谜。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。咱先说这不太正经的事儿。乾隆有个妃子江妃，江妃很得宠爱，死了之后呢，乾隆是朝思暮想，哎呀，这死白瞎了，我就喜欢她。这个时候和珅就在这个北京前门外啊，大石栏这块儿，那时候就已经是烟花柳巷，就大清最好的娱乐场所。他就找这个烟花女子，就发现有个女子呢，外号叫赛貂蝉，你听这名儿好看，长得像江妃。私底下呢，他安排乾隆出宫，与咱刚才说这妓女赛貂蝉相私会。貂蝉姑娘，客到了！貂蝉姑娘，客到了！请啊！其实这种方法呢是很好的排遣思恋的方法，人都有七情六欲，所以这乾隆皇帝感到很舒服。这是揣摩圣意，这不正经的事儿。正经的事儿呢，和珅也没少干。乾隆呢，这皇上当腻了。再一个一琢磨呢，我在位这已经这么些年了，我可不敢超过我爷爷康熙。所以到了那个岁数之后呢，宣布我70了，拉倒，皇上我不干了，我当太上皇，我把皇位传给我儿子嘉庆皇帝。谢太上皇隆恩，太上皇万岁，万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，你得是皇上绝对高寿，皇上都当腻了。一般的皇上当都没2天呢，哪能当地呢？所以这乾隆这个举动，前无古人少有来者。说这个事儿，乾隆说我得让普天下广而告之，为啥让大伙知道我这多高风亮节？一方面让我的接班人快速成长，另外一方面我不敢超越老祖宗，不敢超越康熙我爷爷。说这个事儿得昭告天下呢。说什么样方式能引起轰动呢？其实和珅就是当时的策划公司的一把手，他专门给出主意，想创意。他说有主意，咱摆千叟宴，就是让天底下有名有姓的70岁以上的老头都来北京参加千叟宴，给您祝寿，恭祝您当太上皇。乾隆说：“我这生日是正月初4啊，赶冬天的时候办这个，
千叟宴哪那么大屋子呀？也不能在宫殿里头，得广场啊地方。千叟宴得喝酒吃菜吧？大冬天炒菜，这菜上来了，没几分钟凉了，再没几分钟那汤水都冻上了。你说一帮老头本来冻得嘶嘶哈哈，再在这吃这冰，那能受了吗？和珅想的主意，各个桌子上摆满了火锅，总共上了1500多个火锅。你想想，这帮老头在这挺冷的，火锅上来还暖和了，而且吃的东西搁热水一涮，多好啊！但这些老头还有食欲。乾隆一看，看得很高兴。诸位爱卿，大家都举起杯来，为太平盛世，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，喝！就说他这一次千叟宴搞得很成功，而且为什么全中国各个地方人都吃火锅？据说就是从千叟宴开始，各个地方老头来了，一看皇上这么体贴我们，怕我们冷着啊，一看这火锅，哎呦，这个东西好啊，这冬天冷的时候吃非常好，有的就把这火锅给带回去了。带回之后呢，告诉当地咱也照这来，所以火锅才在中国流行开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和珅高人一等的策划。所以和珅有才华，长得好，而且揣摩圣意各方面很到位，所以他得恩宠那就自然而然了。而且和珅也专一，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就陪乾隆皇帝开心，只要皇上高兴我就高兴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。你说那溜须拍马叫什么本事？你几十年溜须拍马一个人你试试，那可真就是本事了。所以说和珅呢，他得宠爱有原因的。跳了，这有赏。皇上，看奴才啊！对，来，看你的。跳，看我的，跳好。爱卿啊，有你的，这没什么话，人同狗性，狗同人性，难不难？当然，你只捧一个人，这个人要倒台或者死了，你倒霉日子也就到了。因为他在捧乾隆的时候，乾隆对他是纵容的，就无论你干了贪污受贿多少事儿，怎么结党营私，乾隆视而不见。满朝文武恨和珅的一堆啊，包括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也恨他，早就磨刀霍霍等着要收拾和珅。但是呢，有这个太上皇在这不好下手，所以乾隆驾崩之后第3天，嘉庆皇帝就把说这和珅死的时候给下到大狱里头了。说这个皇上派俩太监来了，一个太监读圣旨，另一个太监拿个白绸子干嘛？系到房梁上，你上吊得了。我是和珅，我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，中堂国公爵爷。臭狗屎和珅。那么像和珅这样的贪官，很多人都说该着，就应该这么死，罪有应得。这人都死晚了，说为什么他能有这下场呢？得罪上天了，这个人伤天害理了，他有这个下场是必然的。为啥呢？和珅给自己定位啊，他能够一挺这几十年，他是定位很明确。宰相刘罗锅里有一段剧情说的最好，说这乾隆也问和珅说你呀怎么定位呢？你是个奸臣呢，还是个忠臣呢？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，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。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。